姐姐好香啊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亲吻。一会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你姐姐。姐姐，你忘了吗？她是余家的养子，我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啊。姐姐也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从来都只把你当弟弟。胡说！姐姐要是不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啊？余家早就抛弃了我，可是姐姐对我不离不弃啊。早知道你存的是这种龌龊的心思，我当初就不该施舍给你一丝一毫的关系。姐姐，你要乖一点啊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去告诉你的未婚夫。我想姐姐不想让他知道吧。欢迎各位前来参加季嘉行先生和余问夏小姐的订婚仪式。下面我们有请二位登场。余家倒是会运的，知道要破产了就立马卖女儿。以前余文夏不就总追着季少跑，现在也算是攀上高枝了。可怜季少要娶这么个破落户，自降身份。攀高枝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季少那可是未来妾室继承人，只有林诺那样正经的千金大小姐才配得上。等着吧，他早晚被扫地出门。你和我本就身份有差，闲言碎语在所难免，不必理会。可是，算了，余家现在有求于季家，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？姐姐，既然他护不住你，那就我来。我的姐姐也是你们能议论的吗？一怀，你干什么？道歉！道你奶奶的歉！我们哪句话说错了？倒是你就是那个被余家弃了的养子吧？一条野狗罢了，还敢在这儿飞叫！呸！没爹没妈的，就是没有教育。季家可怜你姐，答应订婚，你还在这里打人，真是不知道感恩，跟姐一个贱样！许你骂我姐姐！怀，住手！别闹了！你还敢打人？季少，你未婚妻纵容弟弟闹事，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说法？说法？他打人是不对，难道不是你们嘴贱在先吗？另外，他是我弟弟，不是没人要的野狗。好了，夏夏，不管怎么样，叶怀不应该主动打人，平白无故毁掉我们婚礼。季家规矩多，以后还是管好你弟弟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这件事情我们季家会替你处理。好了，我们回家。姐姐，你的好，他不珍惜，而且这就把你抢回来。夏夏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今天不是我不帮着你，只是宴会上牵扯的人太多。季家家大业大，不同于你们家。嘉欣哥，我能理解，可我只是觉得你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嘉欣哥哥，等等我！嘉欣哥哥，你不喜欢我了吗？夏夏，夏夏，你没事吧？嘉欣哥，我没事的。那就好，都怪我害你摔倒。来，哥哥给你糖吃。人总是会变的，但我们的婚约不会变。夏夏，不要听别人瞎说，我和林诺什么也没有。我信你的，嘉欣哥。我的夏夏真美。余文夏，你真的准备好开始这段婚姻生活了吗？我去开门。
华，你怎么来了？嘉贤哥哥，姐姐，夏夏，你没事吧？哥哥给你糖吃。嘉贤哥，我没事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就不能？只选择我呢？你来做什么？一华，我没有地方可以住了，钱包、钥匙和手机全都丢了，外面还在下雨，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我找人给你开酒店。我身份证也丢了，没办法住酒店。对不起，我没事的，没办法住酒店，去桥洞底下将就一晚就行。嘉贤哥，对面有客房，柜子里有被子。多谢啊。哎，少爷，老爷都准备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你的身份了。您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继承义士啊？奖品还没到手，我怎么可能轻易会回家呢？姐姐，只能是我一个人了，只能。阿环，姐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房间里的天花板掉下来了，砸到我了，我好疼啊，姐姐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新房。嘉欣哥，你都不问问我人怎么样了吗？我没事儿，就是那个客房不能再住了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姐姐，我那个房间又没地方住了，可以睡你们中间吗？你阿华，别闹。姐姐，连你也不要我了吗？也对，我又不是你的亲弟弟，现在你有了未婚夫，也顾不上我了。对不起啊，姐姐，是阿怀不懂事了。我今天晚上还是去桥洞底下将就一晚吧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。啊，等等。脏手拿开！这样才对吗？睡在姐姐身边的人应该是我。姐姐，早晚是我的。这觉睡的像被人打了一样。该不会是阿环吧？害事的东西，他不走，我跟夏夏怎么都下一步？姐姐，嘉欣哥看我的眼神那么凶，他该不会是讨厌我吧？没事儿，虽然我受了伤，但是也不影响我去打工。怎么会呢？伤好之前就踏实在这住下。你给我出来！哎，姐姐，哎，坐下。姐姐，
怎么了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明明给你安排的住处，还有昨晚嘉贤哥脸上的伤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厌烦我了？我怎么会厌烦你呢？我只是觉得，你小时候不喜欢嘉贤哥就算了，怎么长大了还跟敌人一样？跟我抢姐姐不是敌人是什么？嘉行哥和于问夏订婚了，他怎么配？不可能，只是订婚，又不是结婚。我们走着瞧。嘉行哥，我心情不好，你能出来陪陪我吗？对，还是老地方。嘉行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陪我的，对不对？于小姐，你也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？走吧。这要入口，就会让人发疯发狂。于问夏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于小姐，初次见面，喝一个。他灌我姐姐这么高度数的酒，你都不阻止的吗？还有你啊，我姐姐肠胃不好，这是要她的命。我。对不起，夏夏，是我疏忽了。在乎的话早就挡酒了，虚情假意的做什么？阿环，阿环说的对，这杯酒我替你喝了。嘉行哥，嘉行哥，都别拦我，我要脱，我要脱！怎么回事？季哥以前喝了酒也不这样啊，况且今天没喝几杯，这就有问题？别管我，嘉行哥。是不是又是你搞的鬼？姐姐，你怀疑我？不是你是谁？还有谁对嘉行哥敌意这么大？这次真的不是我。跟你说了多少次要乖一点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婚约就毁了，于家就完了。还有，不行，不能让阿回知道他已经被人盯上了。我只有联姻借助季家，才能保护他的安全。没了就没了。你就这么喜欢季家行吗？你就这么爱他吗？你安的什么险？歪险。对，我就是心术不正，我就是喜欢你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不比你和季家行好上100倍吗？你疯了！我没疯，姐姐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放
姐姐，别闹，大家都在外面，你应该不想让大家知道你背叛了你的未婚夫，和自己的弟弟在接吻吧？我是你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为什么不能？我从来都没想过当你的弟弟。姐姐，我想这样做很久了，你最好乖一点儿，毕竟我也不想他们听到你的声音。姐姐，你的手好软啊！你不是喜欢打我吗？来，这边，继续啊！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姐姐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为什么就是看不到我的喜欢？你满心满眼只有季嘉行。不好，鸡哥跑了！鸡哥，你裤子还没穿。他们都走了，姐姐也该跟我回家了。你快放我下来！姐姐好香啊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欺负我。你疯了是不是？我是你姐姐。姐姐，你忘了吗？我和于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啊。姐姐，今天晚上你就要属于我了。我恨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姐姐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那个心机的根本不爱你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。我宁愿没有你这个弟弟。1个月之内，你和季嘉行断掉所有关系，否则我不会再心软。姐姐。姐姐，你放开！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姐姐当真要对我这般绝情吗？我想，你也不想让季家知道我们的关系已经发展至此了吧？那你们的婚约可就……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只是想陪在姐姐身边。留下可以，但你要是再敢动歪心思，我不会再心软了。好，我自小看着长大的弟弟，为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些歪心思？嘉行哥，在家里耍手段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你居然在外面给我下药，害我被人耻笑。不是我做的。嘉行哥，该不会是因为我跟你抢姐姐，你才……大家都是男人，你在这跟我装什么？今天无论如何，
季家容不下你了。嘉兴哥，你要赶我走？不是姐姐，你也要赶我走？夏夏，让他走。姐姐，你知道我没有地方可以住的。姐姐，你要是不收留我的话，我就告诉你的未婚夫，你嘴是怎么被我擒住的。一怀只是任性了些，他心不坏的，不会给你下药的。你不是他还能是谁？夏夏，你不要被他这些手段迷惑了。嘉兴哥，让他留下吧，我会好好教他的。我累了，先回去了。再有下次，他必须走。姐姐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你疯了！你放开我！你不必嘴硬，记着我说的话，我只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姐姐，你早晚是我的。一怀，你竟敢坏我好事！怎么能让嘉兴哥喝那杯酒呢？不，嘉兴哥只能是我的。明天嘉兴哥生日，帮我搞个东西。嘉兴哥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们去。夏夏，今年我们不出去吧，就在家里。夏夏，我好久没吃你给我做的蛋糕了。好，不过一怀的事，嘉兴哥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看在我们夏夏的份上，我不跟他计较了。他年纪也不小了，你身边有没有年纪相当的女孩子？给他介绍介绍。女孩子，我想想。谁让你给我介绍女孩子的？怎么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把我让出去是吗？姐姐，你知道我的心思的。你冷静一点。真甜呐！我们这10几年的情分，也没见姐姐给我做过蛋糕吃。今天是嘉兴哥生日，你别闹，快出去。姐姐，你想让姓季的给我介绍哪个女孩子？我觉得姐姐就挺不错的呀。别闹了，我这是为你好。我去招待客人，别管。季嘉兴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吃我姐姐做的蛋糕？嘉兴哥，生日快乐！于小姐，辛苦了。
姐姐，我生日也想吃你亲手给我做的蛋糕，那亲口喂我。你们先吃，锅里还炖着肉呢。我去帮姐姐。嘉行哥，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。姐姐好甜啊，比今天的蛋糕还甜。姐姐乖一点儿，快让我多尝尝。你快放开我！你出去会被他们发现的。夏夏，你在干什么？需不需要帮忙？姐姐主动些，不然的话，我可就把人喊进来了。夏夏。刚叫你，怎么没回答？我刚刚没听见。随便做点就好。去吃饭吧。嘉行哥为了他，竟然连我送的礼物看都不看一眼，凭什么？不过嘉行哥很快就是我的了。跟自己的亲弟弟上床，等事情闹大，婚约必然作废。今天嘉行哥生日，我们喝一个吧。嘉行哥，生日快乐！你嘴唇怎么肿了？哦，可能是我不小心咬到了，没事。我去换件衣服。我去上个卫生间。姐姐，我好热。你疯了吗？他们都在外面。姐姐，我好难受。就是啊。你不能这样！我是季嘉行的未婚妻，我已经订婚了。未婚妻？他连维护你都做不到，你还甘心做他的未婚妻？姐姐，我到底哪里不好啊？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？只能是姐姐。出去！你快出去！姐姐，我好喜欢你啊！不可以！
是姐姐的身子已经软了，分明是在动情。不行，不能在这里，我也不能作废。姐姐，你越是挣扎，我越想要的你。爸，我求求你救救一怀好不好？他年纪小不懂事，不是有意和陈家结仇的。那陈婷行事极端，手段也不干净。爸，如果你不救他的话，他会死的。爸，夏夏，你心里清楚的很，陈家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。不过，要救一怀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你说，只要能救一怀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经世商圈季家方头最盛，只要你成为季夫人，便不会有人欺负我于家。还有一怀，婚约不能结束，否则我怎么护得住你？If you touch me like you break me, so love me like you hate me, 'cause that's how I like it, baby. 看来药效起作用了。嘉兴哥，这于小姐怎么衣服换这么久啊？我刚才看到一怀好像也进去了，他们会不会……别瞎说，夏夏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自然是相信于小姐的呀，但是她这个弟弟，嘉兴哥，你说他们俩到底是不是亲姐弟啊？怎么了，嘉兴哥？嘉兴哥看你这么久都没有出来，有点担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一怀呢？我刚刚可看他见了，他人呢？林小姐看错了吧？房间里只有我自己啊，阿怀怎么会在我房间啊？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。于小姐，你腿怎么了？没事吧，夏夏？换个衣服而已，怎么这么疼？我刚刚进房间的时候就觉得不太舒服。我扶你去休息。气质，你给我等着，谁都不能从我手里抢走嘉兴哥。哼！我去拿药。少爷，您再不回来，老爷就要亲自去找你了。还剩最后1周，姐姐，距离1个月之期还有1周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好点了吗？夏夏，我已经通知家里人，明天一早我们出发去祭祖。等祭完祖之后，按照季家规矩，你就是儿媳妇了。我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季家肯履行婚约让我记事，已经是人生一救了。好，姐姐生病着，怕是不适合去祭祖。不碍事。我也想早点嫁给嘉兴哥，好好过日子。一怀，明天祭祖你就不要去了，毕竟是外人。姐姐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我和一怀不能这么下去，只要我跟嘉兴哥结了婚，就能和他断了。我一个人去可以，嘉兴哥说的没错，季家祭祖你去不合适，更何况祭祖结束，我们要准备婚礼誓言。小怀，你以后还是懂点事吧。
不要让你姐姐操心了。毕竟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等结了婚以后，就不能这么照顾你了。姐姐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摆脱我？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给你时间。夏夏来的正好，今天祭祖的衣服啊，我早就让人准备好了，马上去换上。妈，婚礼我准备定在帝豪酒店，您看？定什么定？你跟于家的婚约是早年定下的，那时候咱们两家旗鼓相当，妈自然没理由反对。可现在于家没落，配不上咱们季家。我跟夏夏都订婚了，要是贸然毁约，我季家姓名声何在？我季家名声又何在？就是怕坏了我们季家的名声，我才同意你订婚的。不过，你跟宇文夏结婚，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等会想办法把你们的婚事往后推，你可别给我闹什么幺蛾子啊！妈，我跟夏夏都要结婚了，你别为难她。换好了，我们夏夏呀，就是漂亮。计时到了，咱们赶紧去祠堂吧，大家都等着呢。想进我季家，就要守我季家的规矩。磕几个头，就想进我季家大门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夏夏，婶婶也是为了你好，得了祖宗认可，往后才能旺咱们季家财运呢。妈，怎么样才算是得到祖宗认可？我季家乃是名门望族，规矩自然比你这小门小户多。你既想嫁给嘉行，就要守该守的规矩。第一，于家落魄，一身浊气，需过火堆，去除身上霉运，方能不影响我季家运势。夏夏，就当是为了我忍一忍。大伯他们年龄大了，固执。我不喜欢这样。第二，对着灵位3跪9叩。就当为我忍一忍，忍过去你就是季家人了。一怀的安稳、婚约、家族、宇文家，现在不管是什么，你都没得选。好，我跪。大伯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嘉行，你闭嘴！这是对他的考验，做不到，哼，就休想进我季家！跪！你还当我是你妈？就给我好好站着！对不起，夏夏，季家的祖训我没有办法。现在可以了吗？磕头倒有诚意，不过还不够。我找人算过你的八字，跟季家气运不合，只要你能接受我季家，家法5腾鞭。嘉行哥，不要！家业、家法是陋习。唉，夏夏，我也没办法，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夏夏，反正你都跪了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。不，这分明就是刁难，是刑法。不受家法，就别想嫁给嘉行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今天到底要给于家惹出什么乱子。我为了于家，你受点委屈算什么？如果你成不了季家儿媳，不但于家毁了，一怀也会被陈家少爷折磨致死。今天你不论如何都要得到于家的认可。我这个闺女啊，从小交际惯了，有我在，你随便立什么规矩，
为了瑜伽，你连护我一下都不肯吗？您可以继续记下，放心，他绝对不敢说半个不字。还是于总教导有方啊！还有多久？季家迷信风水，在山里选了块风水宝地，连导航都找不到。您别急，我尽快。停车！姐姐，等我。果真是个没福气，一鞭都承受不住。季家的藤鞭呐，都是用钢筋做的，别说是人了，就是这么打一头牛，一鞭下去也爬不起来。哎，你这样立规矩，就不怕把你未来儿媳妇打残了？放心，没有人能受得了咱们季家的五鞭。等他知难而退，自己退婚，咱们季家才能留得好名声。受不了五鞭，季家媳妇儿就另选人吧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姐姐，我带你走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一怀，你给我放开我！一怀，你坏了你姐的好事！你们把她折磨成这样，算哪门子的好事？只要你点头，我就带你走。这是季家的规矩，只要能嫁给嘉行哥，我愿意承受。即使他这么对你，你也要嫁给他。不嫁给季嘉行，我又怎么才能护住你？姐姐，你已经不是瑜伽人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口口声声说爱他，却让他在季家受尽折辱，满身是伤，你为什么不护着他？我这是为了他好，让他嫁进了季家，有享不尽的福气。而且，这是季家的规矩，我没有办法呀。别说了，继续吧。我既然改变不了你的决定，那就让我替你受了这狗屁的规矩。一怀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快走。别怕，我自愿带你受过，他护不了你，我来护。气！他若不亲自受这五鞭，休想进入季家。一怀，你还不赶紧让开！姐姐，我不会允许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有我在，你们谁都别想伤我姐姐。代受可以，惩罚翻3倍。一怀，不要！既然我姐姐执意要嫁入你们季家，那就让我替她受了这15鞭。一怀，我求你不要！住手！我不嫁了，我不嫁了！回来！谁允许你擅走门？不是说剃发吗？动手啊！不要！能让姐姐为我这么心疼，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？最好再打得狠一些，等我的计划实行，姐姐就彻底是我的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明明是我想保护你，可你却为我受了伤。
没想到这般侮辱都没让这小妮子知难而退，看来得想想别的办法了。让司机备车，我要去季家找嘉行哥。大小姐，您忘了，今天季少爷带着准夫人回老宅祭祖去了，现在估计都结束了。哎，李总让我劝劝你，季少爷取定于问下了，您也该换换眼光。我喜欢嘉行哥那么多年，绝对不可能那么轻易放弃。余家已经破产，余问夏根本就配不上嘉行。哼，我黎诺想要的东西，从小到大就没失手过。既然这段婚事阻止不了，那就别怪我使些手段了。我看那个余问夏还真够执着的，铁了心要嫁给你。夏夏她就是爱我。他答应跟你订婚，那是看上了我们家的势力。你看他跟那个叫易怀的关系不清不楚，不过是替他挨了几鞭子嘛。瞧他心疼的那个样子，连我这个未来婆婆他都不放在眼里。他们就是姐弟，不可能发生什么。反倒是你，今天太刁难夏夏了。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！既然他借了咱们季家的势，那我也不能白让他占便宜啊！妈跟你说，妈这里有个合作。什么？你让我去找陈家谈合作？你明明知道余家和陈家之间有过节。夏夏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是季家夫人，陈总不会为难你，让你去谈生意，是为了让你更好的融入季家。昨天我在祠堂受尽了折辱，一会现在还在医院，还不够吗？夏夏，你能不能为我考虑一下？我妈本来就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我现在左右为难，你却只知道关心一环。我已经帮助余家解决了资金难题，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好，我去。这是我对这段联姻的最后一次妥协，就当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交易吧。余问夏这种冰山美人，居然敢答应季家来跟我谈合作。陈总就来了。季老夫人让我办了余问夏，再达成长久合作，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儿，我怎么能不好好把握？余问夏就等着你主动钻入圈套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伤还没好。姐姐这么关心我，还说不爱我？我还有事。季家那么对你，还让你跟陈婷那个人渣谈生意，你明明知道是圈套，为什么还要去啊？跟你没关系。你就这么喜欢季家行吗？喜欢到连自己都不在乎了？你就不怕陈婷那个人渣？你的伤还没好，别激动，我有分寸，不会出事的。昨天要不是我赶过去，你就被他们打死了。一怀，你是不是又去找夏夏了？我警告你，别再坏他的事，到时候婚约未回，玉家得不到季家的资金支持，就全完了。你这么做小伏低，是为了余家的生意吗？这些都跟你没关系。余家出事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你被赶出余家都自身难保，能做什么？其实我……好了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
要结婚了，我们以后还是少见面吧。钱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不允许你去见陈婷。玉华，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如果爱它渐渐温度，这场误会自动退出。醒来后挽留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别怕，余家的事情我会帮你解决的。你怎么解决？姐姐只需要取悦我，一样能得到想要的结局。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季家昨晚就拨了款，咱们余家有救了！哈哈哈哈！可我昨晚没去见陈婷啊。那肯定是季家对你的考验，无论你去不去，都会帮助咱们余家。嘉行对你那么好，你以后要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呀。我会的。少爷，已经按照您的要求，往余家账户拨款2000万。我这就去找姐姐，让她明白，我比季嘉行只好不差。昨晚你去哪儿了？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放陈总的鸽子？阿姨，昨晚出了些意外，您拨给余家的那笔款已经收到了。我知道您是想考验我。有冤大头给余家拨款，那我就替他承下这功劳。什么款？夏夏，你能明白阿姨良苦用心就好。咱们季余两家是世交，那点小钱我们自然可以帮，但是咱们季家不娶无用的媳妇儿。您的意思是？昨天晚上陈总等了你很久，你要今天再不去啊，合作可就黄了。季家的损失你承担不起。阿姨，可余陈两家过节不小，我去也很难谈得妥。那2000万的款项，我可以打借条，以后慢慢还给你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就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，还想做我季家的儿媳？可是……好了嘛，夏夏不想去那就不去。看你啊，是有了媳妇忘了娘。他不想去就不去啊，季家的合作怎么办啊？好，是我欠你们季家的，不就是谈合作吗？我去，我还有的选。放心，只要你把小陈总给哄好了，季家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妈，你为什么要为难夏夏？当然是因为他配不上你啊，都是为你好。只要他今晚啊去见陈总，往后啊他就是烂人一个，再也进不了季家门。什么烂人？他不是去谈生意吗？你是要……妈，你会害死夏夏的！你们可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高手，我需要你们帮我绑一个人。大小姐，季少爷和余问夏都去了夜总会。出发。小美人儿，我可等了你1天1夜啊！想跟余大小姐谈生意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陈总，我是为季陈两家合作来的。工作的事先不急，咱们这么久没见了，是不是
该先喝一杯。抱歉，我不会喝酒。那就是谈不成了。但是这单生意要是不成的话，我看你还怎么做季家少夫人。少爷，您让我们看着的于小姐去夜总会跟陈家少爷见面了。为什么就是不听话？为什么一定要被季家摆布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肯回头看看我？听说了吗？于家大小姐又开始舔陈婷了。之前和季家联姻是为了于家那个养子，现在又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于家那个养子。可不是嘛！要我说，于万夏也是蠢，为了一个没有血缘的弟弟委曲求全。听说前几天去祭祀祭祖，还受尽了屈辱。也不知道于家那个养子有什么好的。为了我，姐姐是为了我，她是为了我。于小姐还是不喝，是合作的诚意不够。陈总，以前于家多有得罪，我愿意道歉。我是真心想合作的，麻烦你。你他妈给我装什么清高？喝就喝，不能喝就滚蛋！请你自重，我是代表季家来谈合作的，不是来陪酒的。不喝？那我让你那个弟弟过来陪你喝怎么样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被人骗了都不知道。住手！一诺，你要干什么？嘉行哥，你就不要想着救于问夏了，因为你迟早是我的人。你，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于问夏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都送上门了，还装什么？把我伺候好了，保证不碰一怀。嘉行哥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等我爽了再说。其实你他妈还敢打我！你敢动我姐姐！姐姐，一会儿你他妈敢打老子！打你！要你的命！一会儿，陈家你得罪不起，你快走，我能应付。姐姐，每次都是你护我，这次换我来护你。上！你他妈敢打我！
另一只手。你个废物！你让爱一点一滴汇成河，在心里时时刻刻流淌着，那些只组成了回忆里这家人还真是蛇鼠一窝呀，逼着你和陈婷去谈生意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到底是等着这笔合作呢，还是等着看你笑话呀？你今天不该那么做。我今天不那么做的话，那个陈婷人渣就对你……姐姐，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肯相信我？你之前就得罪过陈家，我好不容易才保下你，现在你废了他的手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拿着钱出去躲躲，我不想看着你出事。所以姐姐嫁给季家祥，是为了保护我，对不对？这跟你没关系。你根本不爱季家祥，你爱的是我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订机票，马上离开，我不许你再掺和进来。看来姐姐缺乏对我的信任。其实陈婷对我来说犹如蝼蚁。好了，不想出国就好好躲起来。陈婷最近肯定要找你麻烦，别让我担心。我确实该走了，该回去继承我的身份，不再让你受这些委屈。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当年的事情没有处理干净，害得你一直以为我被追杀，为了我委曲求全。只要陈少愿意帮扶于家，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。我听说于问夏是个冰山美人儿。不说的话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今晚8点把人送到帝豪来，合同一早就签。就不走。于总让我来的。行，带我去找于文夏。敢欺负我姐，找死！上！姐姐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。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我答应老爷子，现在回家。姐姐，等我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嘉晴哥怎么一直都没有回来？要你去跟陈总谈生意，倒好，找了你那个丧门的弟弟，打断陈总一双手。我们季家怎么娶了你这个逃命鬼？阿姨，是陈总他先对我。哎，嘉行上哪儿去了？怎么电话都不接了？嘉晴哥昨晚没回来。什么？嘉行被绑架了？是你，肯定是你！要不是你，嘉行怎么可能会被绑架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你现在说有什么用？
在是赶紧想办法把我们嘉行解救出来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，饶不了你于家。季老夫人，我这双手你得给个交代吧。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季家有愧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能把我们嘉行解救出来就好。哎，臭老婆子可别乱说话啊！我可对你们家嘉行没兴趣。这是不肯承认，可怜我的嘉行还得受苦。你说的是。于小姐，你把那小崽子在哪儿告诉我，我把他大卸8块了，这事儿一笔勾销。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你想包庇他？好啊。易家知道吗？是隐士不出，占据半数财产的易家。没错，我得到消息，易老爷子找到了沦落在外的孙子，打算把家产悉数移交。我呢，就是想讨个好彩头，把他送到小易总床上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能让他攀上小易总，那是他的福气。这件事，我替他答应了。阿姨，我是嘉行哥的未婚妻，你怎么能答应？你这个贱人！嘉行要不是你，怎么到现在都下落不明？让你去伺候小易总，那是你占了便宜。再不知好歹，我对你不客气。行了，别把脸打坏了，动手。记住了，得罪我，代价是成倍的。从来没有人能让我这么难堪。等我见你攀上易家，找到易怀，我要让他在你面前千刀万剐。小易总一会儿就会到楼下的宴会厅开会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灌药，务必好好伺候。动手！陈总，小易总往咱们这边来了。停！跟我去迎接小易总。等小易总看到我的诚意，以后的合作就不成。欢迎小易总。你个没人要的野种也派来今天这种场合，我今儿没工夫跟你闹，赶紧滚开，别挡着易总道。你还敢打老子！你是不是绑了我姐姐？我操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跟小易总说话？易怀，你就是易家流落在外的少爷。你把我姐姐弄到哪儿了？说！不可能，你就是于家一个没人要的养子，我不信！你今天要是不说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不可能是易家的少爷，不然你为什么在于家苟延残喘？我易家的荣华富贵对我来说，都不及我姐姐的一根手指。少爷，不必跟他客气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他没活路的。完了，全完了。
陈总，你还记得你当年对我做过什么吗？给我往死里打！杀！算计我啊！陈总，他好像是于家的养子。养子啊！找我麻烦是为了于问夏，对吧？我说，别动我姐姐！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你敢命令我？敢算计我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还有你姐姐，狮子必毒！上！不要！不要！你应该庆幸你当时没有得逞，不然的话，我不会让你活着站在我面前。小子，陈总，我原也不是带山得罪了您，我把我所有的家产都给您，您放过我。我有罪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有罪。你是逃不掉的。想赎罪的话，那告诉我姐姐去哪儿了？姐姐，他刚刚还在这儿，他刚刚还在这儿，他已经从楼上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。也不知道小叶总到底是什么人，嘉兴哥失踪，我又得罪了陈婷，季家是回不去了。妈，怎么回事？还一身的伤，是不是季家欺负你了？妈，我不想嫁进季家。你又闹什么脾气？现在断亲，我于家的生意怎么办？你爸说的对，嫁出去的，她又不是委屈的。听妈的，明天早上赶快回季家。妈，连你也这么想吗？你嫁到季家不过是受点委屈，这样能护住咱们于家的生意长久，而且还能保住一环，这样对谁都好。可是爸，你知不知道季家让我去陪陈婷换合作？我让你嫁到季家，本来就不是让你去享福的。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。于家，后还是少回吧，免得让人误会。妈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哪怕我现在无处可去，你也不愿意让我回家。夏夏，妈也没有办法。于家要是空，也护不了你的周全的。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，那我走。你去哪儿？给我滚回季家去！季嘉欣被绑架，季家只会把过错都推给我，然后让我去陪陈婷。妈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这么糟践你们的女儿吗？2000万的投资，好不容易让我于家有了回暖，在这个时候，绝对不能得罪季家。还有，季嘉行被绑架，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爸，如果你铁了心离开季家，就别怪我从易怀身上下手了。
易怀得罪的人可不少。如果你走了，那就只有他来替你受过了。到时候的是死是活，我可管不了。夏夏，你那么苦心为了易怀，你肯定不想他有事啊！易怀要是在的话，他舍不得我这么委曲求全。哼，他都自身难保了。易怀，这次换我来靠近你。手机应该是被程婷绑架的时候挣扎丢了，可我现在该怎么联系易怀？于文夏，你这个小贱蹄子，你还想跑？我已经弄清楚了，程婷根本没有绑架我儿子。说，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不是你，就是你那个弟弟易怀，跟小易总一个姓，人却相差108000里。给我说，告诉我，怀在哪里？难道真是易怀一时冲动绑架了季家行？不行，这件事情不能败露。佳怡，我真不知道。你不说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。带走。放开我！嘉兴要是一天不回来，你就一天别想离开。嘉兴哥被绑架了，真的不是我做的。哎呀，你放了我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。我会调动季家所有的势力去找你，好好给我待着。要是嘉兴有了3长2短，我会让你加倍偿还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不是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别耽误找姐姐。你那个没有血缘的姐姐，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没有她，万贯家财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。看来我不仅能找回来小怀，还能同时拥有一个孙媳妇儿。李诺，嘘，别动，动了就不好看了。别闹了，诺诺，你快放开我！嘉兴哥，我都说了别动，我不绑你，你岂不是要回去娶那个于问夏那个狐狸精了？你要是这么喜欢我，我们大可以保持暧昧关系，只要不让夏夏知道。季家行，我想要的东西只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只能。别闹了，诺诺，你先放开我，我们有话可以好好说。人家可没有心思陪你闹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我。你先放开我，我可以娶你。嘉行哥，只要我牢牢地抓住你，你才能是彻底属于我一个人的。你简直是个疯子！3、
国外的进口药。至少让你浑身无力3、5天。嘉行哥，难道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为什么要想尽办法离开我？为什么？等我彻底占有你，我就去解决那个余问夏，彻底断了你的念想。我不能坐以待毙。1天1夜了，怎么还是没有找到姐姐的踪迹？姐姐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老爷子第一时间怀疑了季家，但是派人去却一无所获。直到刚刚，我们查到了于小姐被关在了季家的地下室。嘉行的失踪跟你有关系，让你想方设法的想跑，扒了他的衣服送进去。1天见不到嘉行，1天就没有饭吃。我看谁敢！一会儿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对不起啊，姐姐，我来晚了。我早就看出你们姐弟俩之间关系不一般，没想到你们之间早有苟且，抓了他们严刑拷打，势必要问出嘉行的下落。季家，我看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季家怎么样，也不是你一个弃子说了算。能让我们季家俯首称臣的，只有隐世不出的易家。那我就代表易家通知你，以后季家在江城除名。你别以为你姓易就能跟江城的易家攀上关系，谁不知道你是余家抛弃的养子？动手，赶紧逼问嘉行的下落。你是老易总的管家，之前我们在慈善宴会上见过面。小易总，老爷吩咐了，您尽管动手。从你把我献给陈婷的那一刻，我跟季家就没有半点关系了。另外，季家姐失踪一事与我无关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这么对你。可你跟嘉行有情，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已经看清了自己的心意。我爱的从来就只有一环。姐姐，你再说一遍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听到有关季家的半个字。少爷放心，一切交给我。小易总，小易总，你饶了我们季家，小易总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这是易家给余家的2000万，是我拨的款。当我准备告诉你的时候，我就找不到你的下落了。原来是你。我之前一直不肯被易家认回，当我知道姐姐是为了我才委曲求全嫁给季嘉行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的自私。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我认亲的事情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受这么多的苦。不怪你，
都不怪你。姐姐，所以之前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都是在为了保护我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姐姐，爸妈赶我走就算了，连你也不想让我回家。赶紧走，以后都别回来了。姐姐，姐姐！幸好拦住了，否则一怀肯定逃不掉。看似那么多推开我的行为，姐姐都是在保护我，包括在季家的那段时间，是不是？我怕你毁了我和季家行的婚约，得罪了陈天，你会受到伤害。姐姐真好。姐姐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干嘛藏着掖着？只要姐姐开心，我干什么都行。做什么都可以吗？姐姐，说，我想。姐姐，以后我们每天都能像这样子吗？你不想？想啊！我想每天无时无刻都和姐姐在一起，拥抱、接吻和约会。我说什么，你都愿意做吗？姐姐，你要知道，即使我是易家的继承人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没有你，我的人生就没有了意义。那我们就从约会开始，一个步骤都不能落。好。姐姐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夏夏，求求于家，求你，求求你！一怀，于家养了你这10几年，你不会见死不救的。那2000万，赔谁真心呢？供应商都毁约了，于家入不敷出了。以前我有难，就有家不能回，我帮于家已经够多了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姐姐松口，我自然愿意帮忙。姐姐要是不愿意，那就……夏夏，算妈求你了！我替姐姐做决定，易家可以帮助你们于家，但姐姐和你们于家从今以后再无半点瓜葛。不要！否则，我将撤销一切对你们的帮助。不要！不要！
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助于家。我的女儿，是妈对不起你。姐姐，这些事儿呢，以后就交给我来处理。你只需要每天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，最好呢，不要有一丝的烦恼。真好，我还有你。我会一直都在。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要是敢背叛我，等一下，这是我名下所有的财产，包括易家半数的股权，全都交你。我发誓，如果我惹姐姐不高兴了，那你就让我净身出户。走吧，带你回家去见爷爷，一起商量一下我们的婚事。好。去死吧！姐姐小心！你没事吧，姐姐？别以为你替我姐姐挡了一刀，就能一笔勾销了，这都是你欠她的。我知道。对不起，夏夏，我错了。你和黎诺之前的事，我不想参与，也不想插手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是我错了，夏夏，是我的自私，害得你嫁进季家，看着你受尽委屈，我却从来没有帮助过你。现在才知道错了，未免也太晚了。姐姐现在是我的了。我对夏夏从来只有算计，害得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也害得大家变成这样。我是不如意坏，这点我承认，我也不奢求你们能原谅。我会处理好他的，不会打扰你们。姐姐，你该不会还舍不得吧？不，往后我的世界里只有你，他们都将与我无关。不是说要商量婚礼吗？别让爷爷等急了。有一天会再见，有一个小怀以后啊，要继承易家的所有产业。夏夏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给你的。爷爷，这我收不起啊。哎，这还少呢，听话，都收着。等你们结婚啊，还有更大的惊喜。只要你们啊，早点让我抱上乖孙儿。那您还是赶紧避让避让。还想不想抱孙子了？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我不掺和了啊，不掺和了。你干嘛？
有件事，你以前只是毫无身份地位的余家养子，到底是怎么得罪陈婷的？上！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现在都过去了。从今以后，没有人再敢欺负我。姐姐，有些事你不必知道，这样才